来，林教练，我们现在上战场了。我们上集的这些什么基本运用，这些运用我都会了。嗨，各位朋友们，有福喽！频道成立3年多来，很多人跟我说，看了你的影片10来遍，我还是做不出来。你还在烦恼发球不转、拉球没质量、脚步不好吗？我都听见你们的心声了。2023年地表桌球最强研习营第1期开课了，会有我以及邀请一位桌球的大来宾，分享这10几年来桌球的经历给各位。诚挚的邀请您亲临现场，我相信可以给你有别于一般的桌球课程。这样的大来宾利用他们宝贵的休息时间，传授珍贵的课程给各位。非常推荐你来零距离的学习，让你可以立即快速的发现问题点，并且立即改善。如果这样的研习营报名踊跃，我当然希望能够每个月都可以举办一次，让我们一起推动桌球全民运动。来了，我们要宣布第1期的桌球研习营大来宾，奥运国手桌球甜心郑先知，掌声！世界排名最高来到43名，连续14届的成人国手，其他无数的各种经历奖项我就不一一说明给各位了。本期的课程时间注意听咯，在我们的5月27礼拜六下午2点到6点，地点在我们的台北实践大学。我们会分成大来宾讲习时间为2小时，球友们交流时间2小时。我在现场也会陪大家一起动一动、打打球咯。本期的主题为如何提升你正反手的拉球质量。课程的内容主要分成动作的解析、个人动作的修正，最后加上我们先知个人训练的套餐分享给各位。本次的购票方式，请加入杰夫官方的 Line@， 在下方资讯栏我会放上连结。以下几点，请各位务必配合。现场的课程内容只有特定的频道会员等级才能观看。如果你不住台湾，甚至当天你没有办法亲临现场，你可以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，观看当天现场的课程内容。第2点是，现场只收20名的学员，额满就没有办法再追加名额。第3点，现场不开放未报名的人进入，请各位务必配合。这些年我一直在推广乒乓球运动，不管你是平常就有在上桌球课，还是只是跟朋友单纯打兴趣、打运动，都欢迎你来体验一下我们精心帮大家安排的课程。5月27星期六，赶快去抢票吧！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实战的部分。对，那我们会先把防守段的技术先把它熟练一点。防守段来说比较重要。打长科，很多人一定就是会准备发完球准备抢攻，因为长颗粒回球的旋转会比较固定一点，人家会去算。通常对方发球来的时候，上场用长颗的人，他会很依赖用长颗去敲对方的发球。反正我就是用长颗先敲了，再来处理后面比较单纯的球。如果以我是对手的情况下，我可能就会觉得，那我就是发一个下旋。那对方长颗一敲回去之后，我就可以准备要起板了，因为会变成平球。对，这是最直接的硬伤。正常场的比例会偏高，大家一定都是发长的为主，发长的才会压迫到长颗，可能容易会造成长颗回球会稍微高一点。OK， 或者是回球会回长一点，所以如果你造成长颗退的时候，或者是来不及第一时间起跳点的时候，对，其实就是对手的优势，对不对？可以这么说，对。所以通常你遇到长颗的选手，你不会去发短球。我们先讲一下短球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？短下旋的时候，可以延伸运用的技术会比较多，调打技术这个球威力就会比较强一点。等一下，林教练，你这个调打上1集没教到呢。哎呦，上1集教的是比较长颗、比较基本的核心的技术。所以短下旋这样调打，其实对方很压迫呢。对，这个球瞬间速度会比较快，可以去做滑的动作也可以。对，去做滑的动作其实也是可以比较好处理的。短的球其实还可以针对运用碰短。摆短，对，摆短，这也是比较常运用的技术，稍微控制住别人。对，因为长颗粒其实不怕转，他只要碰一下。我这样一摆短，不小心高了，不是就是平球了吗？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手感要很好哦。对，手感要尽量把它控制得住，这样子。
对啊，让人家没办法好进攻。各位观众，如果当你遇到长颗粒的时候，真的建议你没事不要发太短的纯下旋。不管是纯下旋也好，侧旋、侧下其实都一样，长颗其实都比较不会那么害怕。主要以发长球撞击多的为发球手段，回球可能会比较单纯一点，然后可能会比较来得及准备。那我们现在针对长球的部分，如果是长下旋呢？长下旋，其实基本上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敲的，就是敲回去。对，因为长颗粒就是不怕转，就是把它敲回去。手上的力道可能要调整一下，就要拿捏刚好的力道就好了。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进攻的手段，所以你太大力反而会造成球回跳的长度太长，它会刚好跳到人家的手上，那对手就会好进攻。所以敲的时候尽量手上要抓一下感觉，其实敲可以过往的力道，让球稍微半出台。最漂亮，对，所以让对手没办法那么好进攻，其实就算成功了。了解。对，那再好一点的长颗，其实这个球是可以弹回去的，这个球是可以做弹击的动作。哦，对，弹击的动作。哎呦，对，那这个弹击过去会是什么球？这个过去也是平球，过去也是平球，但是很飘很快呢。对，就是可以让对手比较那么好进攻。这样子，各位观众会不会看完之后说，上一集教这些东西怎么实战运用都是别的？对，但是主要核心的技术还是要把它运用的好，这些都是以那些技术为概念去做延伸的。什么样的球这个动作进球率比较高？正常来说，右手的人可能针对长颗，他会发一个可能侧上旋，或者是侧下旋也一样。这个球比较好顺着它的旋转带过去，不管侧旋、下旋、侧下都可以。哎呦，所以侧下反而很顺。对，因为它球会在往旁边转，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。等于是角度过来，你这个角度回去是最顺手的。对，但我就看你会站比较退半步了哈。比较长，我们要前臂要带它需要一段距离，比较可以破坏对手节奏的一个接球方式。长颗破坏对方节奏听起来是相对蛮重要的哈。对，毕竟是一个防守型的打法。对，各位观众，这个很重要哈。只要你发的是有带下旋的，管你怎么带，对方管你怎么敲，只要到长颗手上回去的球都是偏平球。但是如果他带一点飘，建议各位在回来的时候，如果你是平面，再回来的时候，你可能还是要带一点摩擦，避免它有一点飘会往下掉。它还是会带微微的下旋，不是说长颗粒不会摩擦，它就像平球的发球一样这么转，这么平。对，它还是可能会带点微微的下旋。对，就是要想办法接到对手的正手位。对，因为长颗粒最怕的就是人家发完抢攻，对长颗粒发到抢攻，一定就是发完长的，他会准备侧身拉这个球，因为它可以发力的比较顺畅，然后它的角度可以拉得很开，所以这个球人家会准备侧身比较多，所以我会想办法接到对手的正手位，我尽量会想办法让对手移动。接下来呢，这个桥段呢是相对重要的，毕竟是一个防守型的打法，所以你的防守要非常的稳固。会打长颗的人一定会想办法避免戳球，戳球会被长颗粒撞过去，那相对来说威胁会比较大。打长颗粒的选手一定会想办法多上手、多拉，不管拉快也好、拉慢也好，他会想办法先拉为主。那这个球我们一定要办法顶得住。对。那我想要教导一下弧圈球跟前冲球防守上的差异。第8届杰夫迷你桌球赛高雄场我要来了，时间在我们5月28礼拜天早上8点一场，下午1点一场，地点在我们超人乒乓凤山文德店。上午为1100分以下，下午是1900分以下。这次主要针对我们业余的球友们，尽情的挥洒汗水，跟各位球友们见面聊个天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到高雄举办活动，让我感受一下高雄球友们的热情吧。当然，丰富的奖项也是不能少的，对吧？最大奖是我们 Stiga Cyber Shape Wood
六角战士球拍，另外还有我们 Verve 的运动服饰，其他丰盛的奖品我就不一一赘述了。本次活动感谢我们 Stiga 台湾 Verve 运动服饰，还有我们的超人乒乓大力的支持我们举办桌球活动。如果有任何厂商也愿意支持乒乓球运动，随时可以跟我联系哦。对了，我们一样有推出高雄限定运动毛巾，可以加购哦。报名流程我会放在底下资讯栏，或者是你可以加入我们官方 LINE@， 有专人为你服务哦。另外，我们 KCCC 桌球俱乐部每个月都会举办2场，地点在我们的台北实践大学。近期的赛事在我们的5月21，北部的朋友没事就来动一动咯。这些年我一直在推广乒乓球运动，南部的朋友这次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跟心力，能够举办在高雄。不容易啊！希望活动能够圆满顺利。如果有任何厂商愿意支持乒乓球运动，随时跟我联系，好吗？我们一起让台湾的桌球更强大。我在防弧圈的时候，一样尽量球拍要拿进台，要找到球的起跳点。我们的力量尽量要维持在食指，感觉是食指带动手腕，食指带动手腕的感觉。我们的力量不会跑到手肘，其实我们这样防得好，球其实是基本是不太出台的，对手相对就不好进攻。对啊，比较多球友比较大的问题是，他的力量是放在手肘或是在肩膀，会导致球没办法掌控得很好，球容易冒高起来，甚至被吃到旋转，代表他发力的部位是不对的，太僵硬了。对，像会变成像这种感觉，尽量要维持在食指带动手腕，这时候才是我们常科触球最快的部位，所以尽量要维持在前端。对，其实防得好的人，有些人是可以防出2跳的。其实常科也是比较好做出一个侧切的动作，对，它也是一个比较好做出一个侧切的动作，球会比较往旁边走，就比较容易卸力。所以今天如果右手他跑到正手位的时候，这时候他拉过来，我会做一个侧切的动作，就是把球打到一个小三角的位置。我们的重心一定要靠前，看到对手做出拉的动作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靠前去防。比较多的人会做出，看到人家拉，他会站起来防，那容易就导致球会冒高，甚至球会控不准，因为这时候时间点已经不对了，然后我们的身体的重心也不对，会导致球打过去会是高的。所以看到人家拉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一定要身体重心要压上来，我们胸口重心要压上来，然后再压在前台去做一个防守的动作。像我们现在练习防前冲球，前冲球几个要领，一打长科就要像打太极拳的感觉是一样的，人家快我们就要慢，好，人家慢我们就可以快，所以当人家前冲球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力卸掉，所以我们要很快的稍微点一下，这时候不要想说，我可能要加力打回去，我只要稍微点到球就可以了。对，点一下就好了，掌握球的点，所以我们只要身体做一个反应，把力卸掉，对，那个球回去就是下旋球了。对，要稍微往旁边卸力，对，要往旁边卸力。对，只要挡到就好，挡到就好了。像比较多人是看到这个球，他会僵硬，他会选择去用打的，对，他会选择去用打的。那这个就一定防不进，对，一定是不能跟他硬碰硬，因为这个球前冲的，第一个我是借不到旋转的，所以我要想办法把这个力量先卸掉。下一个球，人家可能会上来拉弧圈球，这时候才是我才去加转的手段。今天这一集长颗粒的秘密，下集就到这边。长颗粒是不是断几颗是不能参加正式比赛的？对，好像超过3颗以上。就是如果因为其实长颗粒是会断掉的，对，长颗很容易断。其实断1颗的时候就建议该换了。有没有推荐观众怎么去选购长颗粒？长颗粒就是要看自己的打法。对。那如果你是偏防守型，你如果想要以全台反手为主，对，那会建议打比较胶面比较软的。你是攻击型的，那就会建议打
比较硬的长科，比较好支撑你的发力。适合用什么样的木板去贴比较好？长颗粒正常，如果是近台长科的话，会建议你打纯木的木板。对，就不建议你打碳纤的，5夹7夹都可以。那尽量就是以纯木的为主。这样听起来打长颗粒比较省钱的。对，长颗粒也比一般平面稍微便宜一点。对，比较便宜。然后木板也会省到一点钱。对，对不对？然后健康老人球来回也可以比较多。对，对不对？对方发什么奇形怪状的我都不怕，我就是敲回去。对，如果你第一次看到这一集的话，其实我们长颗粒还有上集可以去看一下，回顾一下我们的长颗粒如何使用。那如果你是住在内湖区的朋友，建议你强烈推荐你来我们的内湖康宁路这边骑兵乒乓2023年全新开幕的场地，这边有优质的教练，非常高规格的场地。我相信在内湖区，它是一个你非常适合来运动的地方。如果你有课程想要咨询，也欢迎直接来现场跟教练聊一聊。你只要说你看我们的影片来，每10堂课另外再送1堂课给你。这边有非常资深的教练，可以把他的课程传授给你，好吧？那今天这集就到这边，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在订阅分享，希望这集你会喜欢，对你有帮助。我们下期见，谢谢我们的教练，谢谢。